不管什麼時候，當你感覺到你自己的生意非常難做的时候，這個時候你一定要記住一個賣雨傘的思維。對，就是賣雨傘的思維。這個思維也是啟發我自己如何做了一個二道販子起家的一個思維，我感覺非常的實用啊，給大家分享一下。視頻的最後我也會給大家去分享我自己的翻身之路是做的哪一個生意，做的哪一個賽道啊，挺不好意思的，但是還會給大家分享。耐心的看完我這個視頻的邏輯，不管你是幹什麼行業的，我相信啊都能從中得到很多的啟發。很多人一說做生意呢，就感覺賺錢呢需要好的項目、好的风口，趕上好的新時代，对吧？要麼就是拼盡自己的運氣去做事情。但是其實人和人之間真正可以拉開差距的，其實就是你腦子裡的某一個瞬間，它的一個想法變成了一個思維的改变。有的时候換個思維，換條路，你想一想，換一換，那麼你的路呢可能會越走越寬，生意也會越做越大。你就琢磨一件事就可以了，一個擺地攤賣雨傘的小生意得多麼拼了命的去做，才可以一個月賣得出去10萬把雨傘。如果說你想不出來哈，那我給你分享一個非常小的故事。這個故事呢是一個在廣州的一個真實案例的一個存在，就是一個月賣出10萬把雨傘這件事兒，擺地攤賣了10萬把，不是什麼商學院的精英，也不是什麼行業的大佬，更不是什麼家裡有富二代、有產業的什麼富二代、礦二代，就是在廣州一個普普通通的00後的一個小姑娘。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聽說過哈。一開始呢，她跟大家一樣，就是大多數的攤主都是一樣哈，天天守在街邊擺個地攤，在那兒風吹日曬，生意是冷清的不行。有的時候一整天下來，雨傘沒有賣出去幾把，還把自己曬得烏漆麻黑的啊，連瓶礦泉水也捨不得買，捨不得喝。就在他自己快撐不下去，想放棄的時候，一個身穿樸素的老大爺走到了他的面前，隨口跟他說了幾句話，直接改寫了這個小女孩的人生。其實真正值錢的不是說那些雨傘能夠賣多少，而是這個大爺就是教給他的這一套整體的生意思維，也是啟發我做二道販子如何起家的啊，這才是最核心的寶貝，我是認為的哈。有一天中午，這個小女孩啊，她跟往常一樣在這個大街上去擺攤擺攤呢，然後大街上沒有任何的人，和往常一樣很冷冷清清。這個小女孩正在低頭的收拾這個雨傘啊，然後呢，這個大爺就走到她的這個攤位面前嘛，拿起傘看了一看，又抬頭看了看天，笑着問她：“小姑娘，你這傘一天能夠賣得出去多少把呢？”那小姑娘啊搖了搖頭，苦笑着說：“多的時候呢，也就是10幾把，運氣差一點的時候呢，1把都賣不出去。絕大多數的時候呢，是一天賣不出去幾把。”這個大爺點點頭，語氣很心平氣和的跟他講哈：“這不是你不夠努力，是你賣傘的路子一開始就走偏了。”就這句話哈，一下子就說到了這個小姑娘的這個心坎裡面啊。然後呢，還沒等他回過神來，這個大爺又接着說啊：“我教你一個法子，不用多花1分錢，不用多幹任何一件事，就是一個月把10萬把雨傘都給你賣完清完，你想學不？”這個小姑娘說哈，當場就愣住了，心裡一直犯嘀咕哈。如果說我感覺是個正常人都會想啊，就是大爺吹牛皮吧，对吧？怎麼可能？但是呢，這個小女孩半信半疑的說道：“要是你真的能夠做到，我白送你幾把傘，幾百把我都願意。”这個大爺笑了笑說啊，就語氣更加肯定的說：“你有沒有想過，這傘除了一把一把賣給這些路人和正要用的人，還能夠拿來去換資源啊？”這個大爺呢，就慢慢的給這個小女孩拆解了整套的思路。他說：“第一步，你是否可以先去找一些這些做雨傘的廠家，但是你不要跟人家去談這個零售，你直接說我批量去訂10萬把，我现在要訂。目標是什麼？目的是把成本壓縮到3塊錢以內一把傘。”那小姑娘一聽就急了啊，就說：“我哪來這麼多錢去訂這個傘
这個大爺呢就馬上說，我沒有讓你去，對吧？現在去掏這個錢然後就說，我是讓你帶着一套完整的這個思路呢，去找這個傘廠去談合作，然後呢，關鍵是能夠拿到這個第二步，就是拿着這個10萬把傘去這個合作方案去找這些培訓機構或者說輔導班早教班早教中心等等這些地方然後你跟他們就說一句話就行了，我能讓10萬個人撐着這把傘當成你的移動廣告，相當於就是幫你做了這個移動的宣傳嘛，每個人只收1塊錢的廣告費，那麼找3家就是將近30萬了，對吧？那小姑娘越聽越緊張就小聲的問，那傘的事怎麼解決呢？是吧？然後那個大爺就笑着說就說用着这30萬的廣告費直接付給這個傘廠，然後那他們呢就把這個廣告印到這個傘上，你1分錢不用花，10萬把傘就到手了。這小姑娘站在那兒一下腦子一下就懵了，我才第一次明白就是當我聽完這個真事的時候我第一次才明白，原來賺錢它不一定是非要從消費者身上去賺，但是呢他很快又反應過來，又追問到說，那傘我拿到手了，我怎麼把他們送出去呢？對吧？然後這個大爺湊近他的耳邊跟他說了幾句話，說，小姑娘聽完之後，這個大爺接下來講的這個話滿臉上都是一個很佩服的一個神情第二天這個小姑娘就照着這個大爺的說法去做了，怎麼做的呢？就直接去了附近的人流量最大的那些超市和商超，他没有跟這個老闆去談這個賣雨傘，而是換了一種說法，就是我可以幫你搞一個活動，1分錢我都不賺你的，只需要顧客進店就是滿消費30塊，然後我們就贈送他一把價值30塊錢的雨傘。那麼這個老闆他一聽眼睛都亮了，就是一把一把傘就能夠讓這個顧客多花30塊，怎麼想怎麼划算呀？結果呢，3天不到，超市的這個客流量明顯的上漲了很多，之前的2倍3倍。那麼活動呢就直接敲定了這個10萬把雨傘，通過這個超市的這個滿減活動呢就引流，很快就把這個傘給送光掉了。而這個小姑娘真正賺錢的不是這個傘的零售價，他一把他的成本是3塊，超市每送一把就給他3塊錢的服務費，10萬把傘下來之後，各位多少錢不到1個月，對吧？那麼不到1個月的時間，你大家仔細想一想，是吧？就他從一天賣不出去幾把傘的一個小攤販，就變成了整合了3方的資源，掌控3方利益的一個操盘手。那麼他沒有整天去拼命的去吆喝，也沒有每天去拼命的去死守他這個攤位，錢就只是換了一個角度去看待這個生意。那我講這個故事我不是說讓大家去刻意的去挑裡邊的這些刺兒和挑裡邊的細節就是我一開始我創業的時候也是跟大家一樣，處處碰壁，處處虧錢挨坑，對吧？然後我就是聽了這個事情之後，我就換了一種思維去做生意，也就是2道贩子的思維，是讓我自己從底層翻身起家的一個方式。我在20年的時候，当時我做的是，大家老粉絲都知道我做的是那個短視頻帶貨。那麼在這個測試素材這個方面上面呢，是幾乎把這個錢全都虧完掉了，實話實講。然後呢，我就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創辦了一個這個短視頻帶貨的 MCN 機構我呢是為了就是能夠讓我自己拿到更多廠家的最低價的一些產品那麼我找到了很多線下的廠家，我都會跟他說我手裡有很多帶貨的達人，然後呢我再用語言的藝術去，還有我自己的說服力就是我找到了很多願意和我合作的這些廠家，給了我很低價的這種產品。那麼這個時候整個公司就是我一個人，沒有第二個人，光杆司令。然後呢我就通過去做自媒體，去做短視頻，找到了更多想要帶這種產品的達人，
然後我說我手里有很多厂家很低价的优势的产品和資源，然後你只需要綁定我的 MCN 機構，我就可以把這些產品呢低價格免費提供給你，而且我還能額外的給你提供素材。哎，就这樣。然後呢，我就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达人，哎，这好啊，对吧？产品这一听产品有优勢啊，就直接綁定了我的 MCN 機構嘛，對吧？剛在20年的時候很好做。然後呢，我每天就是不停的去找廠家拿產品拍素材給他們發給他們。那麼這個時候呢，我依舊是光杆司令，公司只有我一個人。但是不同的是，我的達人不斷的給我測試素材，每出一單，不管是虧還是掙，廠家都會給我一部分佣金。然後等到達人測試出這個好的素材來之後，爆款或者說新的這種爆款的素材之後，我就立馬在自己的賬號上翻拍，重新拍，然後在自己的賬號上發布，進行投流、付費、打爆，然後，對吧？因為廠家給我的價格肯定我是最低的，我跟達人肯定是漲了那麼一點的價格，所以說我的出廠價格肯定是我非常是有更多的優勢的。所以呢，不但我可以快速的去搶單、搶量、搶市場，而且還可以更快的搶利潤。那麼這個時候我呢，依舊是光杆司令，不同的是我不需要用自己的錢去虧，然後去測試這個素材，我就能夠找到更多更好爆款的而且能盈利的素材。那麼這個時候呢，我就有了3部分收入。第一個，達人出單我有收入；第二個，廠家會給我佣金；第三個，我自己的賬號可以找到這種更有優勢的產品，我給他去賣貨打爆。這就是我的3部分收入。你可以說我不道德，但是這就是我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底層方式，對吧？二道販子的思維是什麼？萬物不為我所有，但是萬物皆為我所用。這就是精髓，這就是語言藝術的魅力。那麼這個故事呢，它不是說教你去賣這個雨傘哈，而是說想告訴你一件什麼事兒呢？就是我想分享的是，你賣的東西能不能幫別人解決賺錢這個問題，就在這裡。當你站在幫別人解決需求的這個位置上，那麼這個錢會自然來找到你，你都不需要去找他。所以說，生意不好做的時候，你別着急換項目。你能在你的行業裡邊扎根10年，說明你對這個行業有一定的了解程度。你感覺放棄了你扎根10年的行業，找到一個新的行業，你就一定能盈利嗎？不可能。所以說，不着急換項目，先問問自己，我現在產品除了我直接賣給消費者，那麼錢還能用來幹什麼？就是很多人做生意總是盯着我把東西賣給顧客，顧客給我，對吧？然後呢，你卻忘了就是幫別人賺到錢，自己才能賺得到大錢，就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就像這個小姑娘哈，她沒有盯着這個賣傘的這個路人，對吧？而是盯着需要這個廣告的這些培訓機構啊，需要這種服務的商超和超市，需要走量的這些傘廠，對吧？把3方的需求給它串起來之後，自己只賺中間這個服務費，可謂是零成本零風險的，而且這個錢賺的還相當的輕鬆。那我呢，我先解決了這個廠家賣貨找不到達人的問題，又解決了達人找不到低價廠家產品資源的問題，又解決了我自身測素材虧錢的問題，所以我才可以翻身到現在出現在這種地方。現在說實話，實體生意很捲，大家都覺得生意不好做。其實它不是沒有機會，而是這個思維你可能沒有轉變過來，就是你手裡的產品可能不只是產品，還能夠當成引流的工具、廣告的載體，或者說福利贈品。比如說哈，我舉個例子，你比方說你是開餐館的，那麼餐館的菜不只是用來做買賣的，不只是用來賣的，還能幫周邊的 KTV、酒店做引流的贈送產品。假如說你是一個賣童裝的、賣衣服的，是不是大家現在都不好做，對吧？你的衣服不只是可以用來穿，還能幫母嬰店、遊樂場做會員的福利產品。做美業的不只是用來只是做一個服務，
而且還能幫就是這些商家做客戶的留存。所以說生意的本质它从来不是卖产品，而是解决需求。当你不再纠結这個東西怎麼賣，而是琢磨我的東西能夠幫誰解決什麼問題，思路一下就通了，各位。所以說你不用拼價格，不用卷價格，不用搶客流，自然有人主動找到你合作。所以說不管你是做的什麼小生意也好，開實體店也好，還是說你現在要輕創業也罷，只要你跟着這個去拆解這個案例，學這個思路，那麼慢慢的呢，你就會發現一件事，就是其實做生意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麼难，難的是你一直困在就是這種舊思維裡面走不出来。好了，我把我自己压箱底的二道贩子的思維精髓已经分享給你了，希望各位就是我的分享能給你帶來自己生意上的一些啟發。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